百期缸2.0第94天，海南螃蟹缸又出问题了。我这早上来一开灯就发现，这山羊馒头蟹就只剩头盖骨了，旁边这个鳞斑蟹吃的还正香呢，你看小嘴巴巴的，那应该就是他干的，没跑了。拿出来看了一下，这个山羊馒头蟹的头盖骨还是蛮硬的，只可惜他们啃的太残暴了，要啃的完整点，我还能好好收藏。再一转头，发现缸里的街溜子这个大红寄居蟹凉了。哎，你说也奇怪了，这哥们凉了，怎么没有螃蟹啃它呢？身上非常完整。这寄居蟹这个头，这一个得有小半斤。据评论区的朋友说，这玩意儿在海南也不值钱，菜市场上一个只要5块钱。那我觉得还蛮划算的，肚子上的肉是一包肉啊。青岛这边有吃寄居蟹的习惯，叫虾怪，是蛮好吃的。我看这个海南的咱没尝过，直到它挂了的才发现它肚子上也是有纹路的，也是很红。进冰箱吧，小伙子。这海南螃蟹缸这2天太忙了，也没给它加装过滤，我也一直没喂食，出现这种吃同事的现象也是我的责任。它就算吃同事了，我还是决定今天给它稍微一点吧。再看一下咱的2.0大缸啊，怎么形容呢？虽然螃蟹不多，但是水质超级好。就是这个小河豚有点神经病，一看见我开灯就开始满缸的上蹿下跳，估计一会儿就得躲到沙子里隐身去了。再看水质啊，你们从侧面看，这3米长的缸，这水质都可以直接看到另外一头，这也算是水清鱼亮了吧。还有这花舌头最近是天天在外面，不在沙子里卧着了。我在缸里找到了之前馒头蟹的钳子的残骸，当时馒头蟹挂了就扔在里面，让他们记着吃了，也没管它。我发现缸里的小螃蟹还是挺厉害的，很精准的从这个钳子两边各开了一个洞，把里面的肉掏干净了，都没有破坏这个钳子的结构。一开灯，缸里怀孕的花盖蟹都非常的兴奋，再给它准备2只上好的陈年老虾这些并不要在意，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。放水里一泡，它不就变新鲜了吗？缸里的螃蟹确实是饿了，我这虾还在泡着呢，这就有小花盖闻着味儿过来了。这只怀孕的都迫不及待开始啃那个残骸了，这是个壳没肉的兄弟啊，不姐们儿，你们看我在画着大虾，这个母花盖蟹已经忍不及了，感觉就是孕妇更爱吃东西，已经是蠢蠢欲动，迫不及待，寻思先给它掰个虾头让它尝尝鲜吧，结果虾头没沉底，让水流吹走了，那就让它吹着吧，总有缸里的螃蟹会夹下来吃的。然后镜头没拍到，一不注意这个身子被这个怀孕的母螃蟹抢走了，另外一个虾头掰下来倒是沉底了，旁边的花盖蟹一个漂移过来就啃上了。我感觉我养螃蟹这大半年了，现在这些螃蟹都养的有一点熟手了，起码很多螃蟹现在已经不害怕我了，见了我并不会躲。这小河豚果然是躲到沙子里了，开始装死，这旁边的螃蟹都想吃它。哥们儿，这玩意儿可不能吃，有毒。今儿又在缸里发现了一只怀孕的母蟹，个头不大呀，这是一个赤甲红的母蟹。这样算的话，咱缸里现在应该是有3只怀孕的母蟹，这明年的螃蟹得生多少呀？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你们还让我给它隔离，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优胜劣汰，咱缸里3只母蟹，少说保底生个3000只，随便它吃，咱总能剩下100个吧。也给这个海南螃蟹缸整了一点点的虾肉扔进来啊，不敢喂多了，怕水质承受不住。明天有空再给它装过滤吧。兄弟们，最近过年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视频我都没空更新了。然后缸里还剩一只山羊馒头蟹，这哥们儿咱就给它单独隔离吧，不在里面养了，因为我感觉下一个如果要是吃同事的话，那它就要被吃了。和这个海螺放在一起，单独装在隔离盒里。我这个隔离盒也是用了好久了，在我印象里进去的生物好像没有活着出来的。这粉丝们给它起名，这个叫海洋棺材。